江总 ，4S 店到了。江总好。江总，您对宋明轩是真的好，结婚3年，直接把他从穷小子变成了上市公司集团总裁，就因为他昨晚看上一条新车广告，您一下飞机就直奔 4S 店来给他买车。明轩，他值得。您是真爱他，一个假镯子而已，您竟然戴了3年。这是明轩母亲的遗物，镯子虽然是假的，但明轩的心意不假。你先进去吧，我给明轩打个电话。怎么了？先等会儿。老婆，你不是在国外吗？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我已经回来了。你回来了？明天就是宋氏上市的庆功宴，我想给你个惊喜。好久没在一起吃饭了，你去常去的餐厅等我吧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跟谁打电话呢？没谁，我有事先出去一趟。老公，我昨晚给你转发的微博你看了吗？我想买辆新车。公司最近筹备上市，我手里并不充裕，你先买辆别的。50万能买什么好车？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，说是给未来儿媳的，我把它送给你了。至于车，等我明天拿到江家的注资，再给你买辆好的。那个全球首富江家，他们真的要给宋氏注资？没错，江家答应明天给宋氏注资100亿，这可是100亿。等我拿到这笔钱，你想买什么不行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姐妹们，跟我去4S 店选车。明轩一定会喜欢这辆。这辆阿斯顿马丁目前售价1000万，是……哇，雨嫣，你看，这就是阿斯顿马丁最新款的跑车。瞎了吗你？敢撞我？你干什么？江总好好的在看车，是你自己撞过来的。看车买得起吗他？我看他就是故意站着碰瓷儿的。你算了，我们是来看车的，没必要跟他起冲突。算你识相。雨嫣，你把这车买了吧，我们开新车去兜风。你快把单子打出来。好的，女士，这辆车总值1000万，请问你们要怎么支付？我们刷卡。雨嫣，你快把卡拿出来。宋明轩就给了我50万，我哪有钱买1000万的车？你怎么不掏钱？不会是买不起吧？你少狗眼看人低，我就是一时周转不利。那不还是没钱吗？你刚才这么嚣张，我还以为你要全买呢。关你什么事儿？行了，这辆车我要了，刷卡吧，麻烦帮我包装好。明天宋氏庆功宴，这是送给宋氏总裁的礼物。你是来参加庆功宴的？好的，女士，我这就去打印合同。雨嫣，他是外地来的合作商吗？买车是要讨好宋总的，肯定是。宋氏明天就上市了，他肯定是来巴结宋总的。我还以为他是谁呢，原来就是个合作商。既然他想讨好宋氏，那我就给他个机会。女士，这是您的合同和卡，请您确认签字。等等，我也要这辆车，一起付了吧。好的，女士，稍后为您打印合同，请问您要怎么支付呢？听不懂人话是吧？我是说让他买单。我是说让他买单。女士，您要帮他一起付了吗？不付。你耳聋了吧？我让你付钱没听到吗？我和你什么关系？你买的车，凭什么要我付钱？雨嫣可是宋氏集团的人，让你付钱，那是在抬举你。你是宋氏的人？没错，我就是宋氏的人。你买车不就是想巴结宋氏吗？现在我就给你个讨好我的机会，把我这辆车也买了。笑话，江总什么时候需要讨好别人了？你们什么态度？我这是在给你机会，不然得罪了我，你们这辈子都别想搭上宋氏。宋氏就是云城的天，别人想巴结雨嫣都排不上号呢。你们能碰见他是祖坟冒烟，还不赶紧抓住机会？光天化日之下逼人买单，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？宋氏就是这样教你们做事的。别给脸不要脸，你就说这钱付不付吧。且不说我需不需要讨好宋氏，你们是不是宋氏的人还存疑？我为什么要当这个冤大头？
真是瞎了你的眼。雨嫣可是宋总的秘书。明轩什么时候多了一位秘书啊？没听过，没见识的东西。宋氏除了宋总，就是雨嫣最大，而且雨嫣和宋总关系特殊，你得罪他，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宋氏。算了，我大人有大量，只要你把这钱付了，我就不计较你刚才冒犯我的事儿。如果我坚持不付呢？你们是来参加宋氏庆功宴的吧？不付钱，你休想踏进宴会厅半步。好大的口气！我们是来为宋总庆祝的。你确定你能做宋总的主？当然，我可是他宋明轩的老婆。你是宋明轩的老婆？没错，我不仅是明轩的秘书，还是他的老婆。敢得罪我，我老公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怎么可能？宋明轩的老婆明明是……别磨磨唧唧的，赶紧把钱付了。敢得罪宋总夫人，你们还想不想在云城混了？好，我倒要问问宋明轩是不是还有个老婆？你还敢叫人？雨嫣，怎么逼我付钱不成？还想抢我手机？江总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您条件这么好，宋总怎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？算了，估计就是打着宋氏名号招摇撞骗的混子。我和明轩大半年没见了，不能因为这种事影响心情。好的，稍后我会和宋氏对接，让他们处理这种事。先走吧。我让你走。江总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不能动手打人啊！不长眼的东西，这位可是宋氏集团总裁夫人，你敢拦我们，是想得罪宋氏吗？什么？您就是宋总的夫人？宋夫人，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我现在就让这些不长眼的东西给您道歉。算你识相，今天你必须把钱付了，不然别想站着出去。这么有恃无恐，看来你的确是宋氏集团的人。你这样拦人抢钱，宋明轩他知道吗？住口！宋老板的大名也是你直呼的。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可是宋明轩的老婆，他不帮我，难道会帮你一个外人？宋总他确实有老婆，但那个人绝不是你。少在这胡说八道！我跟明轩形影不离，我不是他老婆还能是谁？对，宋总和雨嫣恩爱着呢。虽然我从未公开和明轩的关系，但宋氏高层都知道我的存在。明轩就算真的有异性，也不可能这么明目张胆。你说你是宋明轩老婆，你有什么证明吗？怎么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是宋家家传玉镯，明轩亲手给我戴上的。这个镯子和江总手上的一模一样。这个镯子和江总手上的一模一样。他怎么会有跟我一样的镯子？不对，他那个镯子看着像塑料做的，应该是假货。好啊，你竟然敢模仿我，我倒要看看这是不是假货！你们怎么敢摔我的镯子？一个破镯子而已，摔了就摔了。而且你这就是塑料做的，根本摔不烂。你刚才说这个镯子是宋明轩送你的？没错，我老公说了，这是他妈妈留下来的遗物，说是传给未来儿媳的，现在给了我，也算是延续传承了。老婆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我知道你条件好，看不上一般的东西，但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，你别嫌弃。这可是你妈留给你的东西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快给我戴上。好，等我赚了大钱，一定给你买更好的。我早就知道镯子是假的，但顾念是宋明轩母亲的遗物，所以我一直戴着。没想到假的不是镯子，而是宋明轩对我的感情。宋总都把家传玉镯给雨嫣了，她不是宋总老婆还能是谁？你们赶紧给雨嫣赔礼道歉！赶紧把钱付了给我道歉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想怎么不客气？你说你是宋明轩的老婆，那你有跟他领证吗？我心虚了是吧？既然没领证，你怎么敢说是他老婆？雨嫣，你不会真是骗我们的吧？
你不是宋总的老婆。雨嫣天天跟我们炫耀宋总买的东西，如果她不是宋总老婆，那不就是小三？什么小三儿？我就是宋明轩的老婆。之前没领证，是因为明轩太忙了。等明天庆功宴结束，我们马上就去领证。宋明轩是不可能跟你领证的。好，你不信我是吧？我现在就给明轩打电话。宝贝，怎么了？这不是明轩的声音吗？这不是明轩的声音吗？老公，我是不是你唯一的老婆？当然了，不是你还能有谁？她是你唯一的老婆，那跟你领了证的我算什么？宋明轩，你真的背叛了我！听到没有？我就是他货真价实的老婆。老公，我现在在看车，这儿有个外地来的合作商，话里话外都没把我放眼里，你快帮我教训他！一个合作商也敢欺负我宋明轩的老婆，你把电话给他。无论你是哪个合作商，马上给我老婆道歉，否则我现在就把你踢出庆功宴。把我踢出庆功宴，宋明轩，你有那个胆量吗？这个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？老公，你听到没有？这个贱人，他甚至都不把你放在眼里，你赶紧过来收拾他！你让他等着，我现在就过去收拾他。陈凡，雨嫣在 4S 店被欺负了，但我这边堵车了，你先带人去保护雨嫣。你等着吧，我老公马上就来收拾你。是吗？你所谓的忙，就是去给小三撑腰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会儿见到我要怎么解释。我老公马上就要来了，你最好现在就买车道歉，不然等我老公来了，你磕破头求饶也没用。恐怕等他来了，求饶的人会是你。怎么，你是觉得他会为了你跟我作对吗？我可是他老婆。就是，宋总不帮雨嫣，难道会帮你一个外人吗？你看他嚣张的，还以为自己是宋总老婆呢。但雨嫣都和宋总在一起半年了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，最多只能当个小三儿。我说他怎么跟我戴个一样的镯子，原来是想当我老公的小三儿。我呸！好，很好，结婚3年，我竟然成小三儿了。别在这儿废话了，赶紧把车给我买了，不然你们都别想走。我要是不买呢？还敢跟我讨价还价是吧？既然你不识抬举，我今天就好好教训你。你敢打我？这是你自找的。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我老公马上就要到了，他不会放过欺负我的人的，把他们给我按住！你放开我！敢打我，我要你10倍奉还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陈副总，你来了，是明轩让你来给我撑腰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宋总吩咐了，谁敢动你，都必须付出代价。刚才是谁在闹事？就是他，他刚才把我打了，你必须好好教训他。好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你想教训谁？您怎么会在这儿？快放开他！你怎么回事？我让你教训他，没让你去救他。陈凡，宋明轩和方雨嫣的关系你们都知道吗？方雨嫣，你赶紧给他道歉。看来整个宋氏都知道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他算什么东西？我凭什么要给他道歉？我老公是让你给我撑腰的，你赶紧帮我教训他。快别说了，他不是你能招惹的。好，你不听我的是吧？我现在就告诉我老公。老公，陈凡他们是你喊过来的吗？没错，我过去还需要时间，先让陈凡过去给你撑腰。可他根本不听我的，还让我给那个贱人道歉。什么？你把电话给他！陈凡，你发什么疯？我是让你去给雨嫣撑腰的。你赶紧收拾欺负他的人。宋总，我不能听你的，你不听我的，陈凡，你可别忘了是谁给了你宋氏副总裁的位置。我就是知道
所以才不敢啊，宋总，你就听我的，赶紧让方雨嫣道歉吧。老公，你都听到了吧？他到现在还在维护那个贱人，我看他就是没把你放眼里，你赶紧过来收拾他。反了他，我已经在附近了，你等着，我一会儿就去把他开了。我老公马上就要到了，等他来了，你们都没好果子吃。你还是先担心自己吧。你别忘了，你买车的目的就是讨好我老公，只要你再给我买一辆，我就原谅你刚才的冒犯，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想让江总给你买车？这辆车我本来是打算送给宋明轩，但现在不必了，他不配，你也一样。你非要跟我作对是吧？既然你不给我买，那我就砸了你的车。你疯了！这可是1000万的车，1000万而已，我老公有的是钱，你们都来帮忙，我得不到的东西，他也别想得到。好，让他们砸，后悔的只会是他们。痛快，一辆车而已，让他刚才这么嚣张。砸得好，这辆车我已经买了，既然你们砸坏了，那就给我赔钱吧。赔什么钱？这是你冒犯我的代价，而且这本来就是你送给我老公的。你的意思是要赖账了？苏荷，报警吧。你们凭什么报警？你是法盲吗？这是恶意损坏他人物品，你不赔钱，我们只能报警了。你们几个都得坐牢。坐牢？我不要啊！雨嫣，是你让我们砸车的，你得负责啊！是啊，1000万我们怎么赔得起？我不想坐牢。够了，不就是1000万吗？谁说我不赔了？老公，你现在到哪儿了？我已经到附近了，刚才门口不好停车，我现在走过来。太好了，那个老公，我刚才把那个贱人的车砸了，他现在让我赔1000万。什么？你砸他车干嘛？我就是气不过他这么嚣张，老公你得帮我啊！行，我一会儿就给你转过去。我老公就把钱转过来了，你等着吧。他怎么这个时候给你打电话？不会是想要钱吧？他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刚才信息也没回，在忙吗？我马上就到了，这件事我来处理吧。你先回公司筹备庆功宴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。我老公马上就到了，他会给你钱的。我们走。不赔钱还想走？抓住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疯了吧？雨言可是宋总老婆，你们都是宋总的员工，竟然帮着一个外人对付他！谁是外人还说不好呢。你们砸坏了江总的车，不赔钱还想走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你听不懂人话是吧？我说了，我老公马上就要到了，他会帮我赔钱的。那就等他来了再说吧。陈凡，你疯了吧？你是宋氏的副总，靠我老公才有今天，你帮着他欺负我，就不怕我老公找你们算账吗？你少说两句吧，他真不是景文招惹的。他算什么东西？你们都给我等着！等我老公来了，我要他把你们开除，然后行业封杀，把你们通通赶出云城。开除别人，宋明轩还是先想想怎么保住总裁之位。你还敢嚣张？宋总马上就到了，等他来了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没错，一会儿我就让我老公狠狠折磨你，让你跪地求饶，然后送你去死。该去死的人是你！谁敢让我的女人去死？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苏荷，你先帮我应付一下，我想彻底看清宋明轩的丑恶嘴脸。好。我招待一个朋友，宋总您呢？您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们认识？他是谁啊？哦，他就是一个助理而已。一个助理还敢这么嚣张？刚才就是他和那个贱人欺负我，
那个贱人呢？刚才还在这儿的。宋总，其实你还敢说话？你们都被开除了，现在就给我滚蛋！您自求多福吧。还有你苏荷，马上给雨嫣道歉。我道歉。宋总，您知道事情的经过吗？刚才我朋友在买车，他上来就让我朋友帮他买一辆，我朋友不同意，他还打伤了人家。明明是他有错在先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你还敢顶嘴？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助理而已，我让你道歉，你就必须道歉。宋明轩，你平时自诩明事理，如今却不惜以权压人，原来这才是你的真面目。我老公说的没错，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刚才让你们买车，那是在抬举你们。你别乱说。哦，我没听错吧？他刚才喊你老公。宋总，您什么时候有新老婆了？宋总，你什么时候有新老婆了？我什么新老婆？雨嫣就是宋明轩唯一的老婆。没错，我还怀了他的孩子呢，这孩子就是宋氏未来的继承人。宋明轩，看来你们才是一家三口，而我只是外人。你是他老婆，那跟他领了证的江总算什么？什么？明轩，你有老婆？没错，他一直有老婆，他跟你在一起是婚内出轨。那我岂不是小三？这不可能！老公，老公！你闭嘴吧！苏荷，别听他胡说，她就是我一个表妹而已，我怎么可能出轨呢？说的冠冕堂皇，可你终究还是背叛了我。你没出轨，她只是你的妹妹。这就是个误会，你给雨嫣道个歉，她年纪小不懂事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宋明轩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我现在就告诉江总，知道你是怎么颠倒黑白的。苏荷，你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打得好，让你跟我作对。宋明轩，你怎么敢？你出轨在先，还敢阻止我告诉江总？你充其量是个助理，我是新瑶的老公，他会信你吗？我会让他开了你。你简直无耻！打回去。好。苏荷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背信弃义的渣男！贱人，你敢打我老公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也该打。3年前你一穷二白，江总扶你上总裁位，你呢？你干了什么？什么？宋总是靠老婆发家的凤凰男？小声点，不要命了！原来他就是个吃软饭的软饭男啊！没错，宋明轩就是个软饭硬吃、忘恩负义的渣男。都给我闭嘴！敢挑衅我，活腻了！都给我闭嘴！敢挑衅我，活腻了。林管家，带人来 4S 店，怕有人狗急跳墙。好的，大小姐。你急什么？我有说错吗？江总是富家千金，当年他不顾家族反对也要嫁给你，婚后也是一直默默支持你。可你呢？你成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养小三儿，亏妻者百财不入，你就该一辈子穷困潦倒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我竟然真是小三！你说明过你没老婆的？你当然不是，感情里不被爱的才是小三。我跟他早没感情了，你才是我的老婆。就知道你最爱我。我竟成了阻碍你们的小三。宋明轩，你怎么有脸说？闭嘴！
闭嘴！苏荷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又算什么玩意儿？我成功是因为我有能力，没江心瑶，我也一样成功。这话不可笑吗？谁家老婆不相夫教子？江心瑶一顿饭也没给我做过。要不是顾念感情，我早离了。爷爷从前不认可宋明轩，一气之下断了对我的经济支持。为了给宋氏拉投资，3年来我四处奔波，如今却成了他谴责我的证据。江总对你尽心尽力，你就是这样对他的？行了，别装正义凛然，不就是要钱？随便挑，我买。你要给我买车？你要给我买车？对，我给你买。你知道的，心瑶对我死心塌地，她肯定不舍得跟我离婚。你说真相只会让她难过。我买车，你在心瑶那边闭嘴，这样皆大欢喜。这些车都不便宜呢，凭什么给他买？你不是说没感情了吗？他知道了，不正好离婚吗？宋氏明年上市，首富江家都会来，传出出轨对融资和发展都很不利。所以你是想先稳住他，拿到投资，再一脚踹了？没错，一辆车才多少钱？跟明天的投资比起来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原来你打的这个算盘，我告诉你，让他买。林管家，冻结他的银行卡。好，你要给我买车是吧？我就要那辆。你要不要脸？这车得1000万呢！不出点血怎么行？买下这辆车，我绝不在江总面前说半个字。好，你最好说到做到。刷卡吧。好的，宋总。宋总，您的卡支付失败。怎么可能？这张卡里有几千万呢，这辆车才1000万而已。不是余额不足，是您的卡被冻结了。好端端的银行卡怎么会被冻结？宋总，你不会是不想付款，故意演这么一出戏吧？你给我闭嘴！老婆，你怎么把我的卡冻结了？啊，我不知道啊，可能是银行那边出问题了吧。那你现在给我转1000万，我有急用。你说什么？我在隧道里，信号不好，先挂了。喂，老婆。原来你刷的是江总的卡，宋明轩。没了江总，你连1000万都拿不出来吗？你少狗眼看人低！我老公再怎么说也是集团总裁，1000万而已。老公，你换张卡。老公，你真没钱了？你可别为难他了。他说是个总裁，但所有资金都是江总给的，没了江总，他什么也不是。苏荷，宋明轩，我本来是想帮你的，但既然你拿不出封口费，那我就只能去找江总。拦住他！拦住他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把他给我按住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苏荷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本来你闭嘴，大家就能相安无事，但既然你冥顽不灵，我就只能让你永远闭嘴。宋明轩，你疯了！你想杀人灭口！我奋斗3年才到如今的位置，眼看着宋氏就要上市了，我绝不允许任何人破坏。没错，敢挡我老公的路，你只有死路一条。你们敢！宋明轩，你出轨在先，还想杀人灭口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吗？在云城，我老公就是能一手遮天。真是狂妄至极。林管家，我要买下城南的4S店，同时帮我拿到今天所有监控。苏荷，你还没看清局势呢。在云城，我宋明轩就是天，谁敢跟我作对？你们敢吗？不敢不敢，
我们今天什么也没看见。宋总，我是语言朋友，和他立场一样，绝不会往外说半个字。对，我也一样。听到了，就算在这儿弄死，没人会替你收拾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动手！动手！等等，怎么，你今天善心大发了，想可怜他？他欺负我，我怎么会可怜他？我只是觉得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。哦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这贱人有点姿色，我刚好认识人，卖到深山，让他伺候老瓜夫，这不比直接弄死他解气？你好歹毒！你说的对，让他死，不如让他生不如死。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，等他废了，转手卖掉器官，能拿钱能折磨，一举两得。这是拐卖人口，你们要坐牢的！坐什么牢？等你没用了，就把你的尸体扔进深山，野兽多，一会儿就尸骨无存。一个忘恩负义，一个蛇蝎心肠，真是一对天造地设的狗男女！狗男女，你们一定会遭报应的！你就嘴硬吧，工具拿给我，我要亲自送他上路。等等，我老婆电话。等等，我老婆来电话了。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老公，我刚才在隧道里没听清，你说什么来着？要我给你转钱是吧？对，老婆，你赶紧给我转1000万，我有急用。哦，好端端，你要1000万干什么？我要买辆车，现在就在 4S 店呢。你不是说公司很忙吗？怎么会在 4S 店？还不是你那个助理苏荷，带个朋友来 4S 店装阔，还起冲突把别人的车给砸了。但你不用操心，我和客户刚好路过，这件事让我来处理就行。什么？苏荷竟然把别人车给砸了？他也太嚣张了吧！可不是嘛，我刚才让他道歉，他还不肯呢。老婆，你赶紧把他开了吧，省得他到处给你惹祸。你说的对，他砸了几辆车，1000万够吗？要不我给你转1个亿。1个亿？1个亿？好啊，那你给我转吧。1个亿都够把我们店买下来了。好，我一会儿就把钱转你，但在此之前，你先往车里看看吧。车里？什么车里？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一直都在这儿。老婆，你别误会，这些事情我都可以解释的。误会？你的所作所为，我刚才都看见了。我说你跑哪儿去了？原来是躲到车里了。老公，刚才就是他欺负我，你快帮我教训他，把他给我赶出云城。把我赶出云城？宋明轩，你有那个胆量吗？我老公可是云城的天，你竟然敢挑衅他！老公，你快教训他！闭嘴！老公，你打我！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宋总可是雨嫣的老公，他怎么会帮着别人打雨嫣呢？这个女的好像认识宋总，说话还这么嚣张，难不成她是宋总的小三？你们都给我闭嘴！你发什么脾气？他们说中了是吗？你早就跟他搞上了，他就是你的小三儿。闭嘴！他不是小三。你都帮他打我了，他不是小三是什么？你说呀！宋明轩，你告诉他，我究竟是什么身份？她是我老婆。什么？你是他老婆？没错，江总才是宋明轩真正的老婆，他们是领了证的，而你才是真正的小三。我活了20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，而这个人还是我老公的小三。宋明轩，你真是好样的。老婆，真不是这样的。背信弃义，叛妻出轨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宁愿跪3天祠堂也要嫁给你。
老婆，真不是这样的，是苏荷，是他故意找人来诬陷我的。你还在狡辩。宋明轩，从前我以为你是我的真爱，不顾家族反对也要跟你在一起，可我没想到，你所谓的家传镯子是假的，连同你对我的感情也通通都是假的。老婆，你别生气，这些都是误会。误会？就算我刚才听错了，那监控呢？监控也是假的吗？宋明轩，你真的让我觉得我这3年就是个笑话。不，老婆，我够了，我不想再跟你浪费口舌。协议我已经让律师拟好了，宋明轩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那不行，老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而已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，我发誓，我宋明轩对天发誓，以后绝不背叛江心瑶，否则天打雷劈。老婆，谢谢你嫁给我，我宋明轩对天发誓，以后只爱江心瑶一个，否则天打雷劈。宋明轩，3年前你也是这样发誓的，你说过你只爱我一个人，永远不会让我难过。可你呢？你终究还是背叛了自己的誓言。渣男发誓跟放屁有什么区别？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给你道歉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你的道歉一文不值。江心瑶，你有完没完？我都这样低三下四求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这就是你道歉的态度，宋明轩，你装都不装了是吧？有你什么事儿？这事儿都怪你！我是男人，我是有需求的。要不是你3天2头不见人，我至于去找别人吗？语言可比你识趣多了。你怎么说得出这种话，宋明轩？你要脸吗？江心瑶，你以为出轨丢的是我的脸是吗？真正丢脸的人是你，是你没本事留住自己的男人。江总，你出轨的不觉得丢人，反倒说我丢人，你说这话不觉得可笑吗？出轨怎么了？人都会犯错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，而且我都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大小姐，我们已经到云城了，10分钟后到4S店。好。江心瑶，别一副我对不起你的样子。我现在是上市集团总裁，而你只是个普通富家千金，你对我早就没用了。可我还是让你当总裁夫人，我都对你这么好了，你就不能宽容点，懂点事儿吗？宋氏这几年一直在亏损，要不是我暗中给宋氏注资，宋氏早就破产了，更别说如今上市。他就是个不识抬举的。老公，你赶紧跟他离婚，让我当总裁夫人吧。看到没有，江心瑶，想嫁给我的人多的是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宋明轩，你不离婚是舍不得我们的感情吗？你是舍不得我的钱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没有我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江心瑶，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你是有点钱没错，但我凭自己创立了宋氏，还让宋氏上市了，我能有今天，靠的都是我自己。没有我给你启动资金，你能创办宋氏吗？你的公司虽然叫宋氏，但最大的股东是我。既然你想靠自己，那我现在就去撤回。你敢！你敢！你出轨在先，还敢动手？谁让你这么歹毒？宋氏明天就要上市了，你这个时候撤股不是故意害我吗？我害你？你不是说要靠自己吗？我只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而已。你，什么事儿？什么？江家明天要追加投资，江家大少爷还会亲自来。江家哪来的大少爷？
江总是江家年轻一辈独苗啊。江少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只相信您，要求你收回宋氏的所有股份。如果您做不到，他不仅不会增加投资，还会取消之前的合作。放心，股份我一定拿回来。江心瑶，我承认你之前是帮了我，但我现在已经得到江少的青睐，那可是全球首富江家，你这种暴发户，给江家提鞋都不配。原来你这么自信，是因为攀上了江家大少爷。可江家根本没有所谓的大少爷。没错，江少相信我的能力，只要我能收回宋氏所有股份，明天就给宋氏追加100亿投资。江心瑶，你马上把股份还给我。我出资得到的股份，凭什么给你？而且，你确定江家会给你投资？我就知道你不信。看到没有，这是江少跟宋氏签的合同，他早就答应注资了。这个公章确实是江家的，我没让江家给宋氏投资。爷爷讨厌宋明轩，也不可能这么做。难不成那个冒牌少爷也是江家人？我已经搭上江家，马上就要扶摇直上了。既然你想离婚，那就净身出户吧，你的财产股份都得给我。你出轨在先，还想让我净身出户？你做梦！宋氏明天就上市了，我不会让你碍我的财路。既然你冥顽不灵，就别怪我不顾情分了。抓住他！抓住他！宋明轩，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拿回我的股份了。你去把协议打出来。是。宋明轩，你无耻！你已经骗了我3年，我绝不会再给你1分钱。这可由不得你，江心瑶，我已经得到江家的支持，不需要费尽心思讨好你了。你最好别忤逆我。宋总，您的财产协议打印好了。这是财产赠与协议，赶紧签了吧。你做梦！我看他就是好脸色给多了，既然他不肯签，那就打到他签。好，江心瑶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给我打！你们疯了！快放开江总！明明可以好聚好散，你非要自讨苦吃，现在知道乖乖签了吧？不要签！休息。找死！住手！宋明轩，你疯了！你知道江总是什么身份吗？他要是出事，你们都得给他陪葬。他算什么玩意儿？充其量就是个暴发户而已。我背后可是江家大少爷。江家大少爷，你知道江家大少爷是谁吗？他叫什么名字？具体我不知道，但江少说了，只要我能抢回股份，就亲自到庆功宴签合同。看来对方早有预谋，故意教唆宋明轩对付他，既能拿出江家公章，也知道我和宋明轩的关系，在江家职位应该不低。江心瑶，支持我老公的是首富江家，你要是识相，就赶紧把协议签了，不然得罪了江家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我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让你们如愿。好，你不怕死是吧？那你的助理苏荷呢？你们敢！你休想拿我要挟江总，我绝不会让你们得逞。好，一个个都这么嘴硬是吧？既然你这么想死，那我就先弄你！住手！宋明轩，你不就是想让我签字吗？我签。你不就是想让我签字吗？我签。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？
签吧。是不是只要我签字，你们就会放过我们？当然，好歹夫妻一场，我也不想闹得这么僵。只要你签字，我就饶你们一命。江总，你别相信他们。还有5分钟，林管家一到，我要你付出代价。好，我签。老公，他签字了，我们成功了！很好，江心瑶，算你识相。江心瑶，你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仗着有钱羞辱我，还敢骂我是小三儿！你已经签了财产协议，你的一切都是我老公的，你现在一无所有了。字都签了，你留着也没用了。想活命，那就跪下来给我磕头道歉。或许我高兴了，能饶你一命。哼，你让我磕头道歉？时间到了。没错，江心瑶，你现在就是阶下囚，想要活命就只能跪下来求我。你们出尔反尔！明明说了只要交签字就放我们离开的。我们是说放你们离开，可没说是站着离开还是躺着离开啊！你无耻！江心瑶，赶紧给我下跪道歉！你做梦！你还敢嘴硬！老公，他刚才那样欺负我，你可不能轻易放过他们，必须给他们点教训。好，我都听你的。江心瑶高高在上这么久，也是时候吃点教训。你们几个，谁能让他下跪道歉，我重重有赏。我们来！不，让我们来！篡夺财产还敢恶意伤人，你们这样助纣为虐，就不怕遭到报应，被抓进去坐牢吗？怕什么？我们听宋总的，出事了也有宋总顶着。没错，我们听宋总的，识相点，赶紧跪下！你们做梦！既然你冥顽不灵，那就怨不得我们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当然是让你听话了。别碰我，你们会遭报应的。收敛点，他还要给雨嫣下跪道歉呢，别玩死了。宋明轩，你畜生！都给我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我看谁敢动手！林管家，大小姐，哪儿来的老头敢耍威风？大小姐，您没事吧？敢动大小姐，活腻了！什么大小姐？你谁啊？我是江家的管家。哦，你是江心瑶家的管家是吧？怪不得这么护着他，原来就是个臭管家啊！这位可是宋氏集团总裁，我劝你最好转身滚蛋。宋氏集团总裁，刚才就是你让他们动手的。没错，谁让这贱贼？明轩，畜生，你怎么敢？死老头，你怎么敢？我老公可是宋氏集团总裁，你是想找死吗？梅大小姐，他坐得上总裁这个位置吗？区宋氏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？我看你是不知死活。宋氏你不怕，那首富江家呢？背后支持我的可是江家。你说江家支持你，那你知道大小姐是什么身份吗？她能有什么身份？不就是个暴发户的女儿？你该不会想说她是江家大小姐吧？就她，江家可是全球首富，她还江家大小姐，她敢编我都不敢信。痴心妄想，她连给江家提鞋都不配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大小姐可是……林管家，背后支持宋明轩的人还没找出来，我现在还不能暴露身份。说不出来了吧？江家可不是好惹的，敢冒充江家大小姐，你小心死无全尸。我不需要冒充任何人。别转移话题了，你赶紧给雨嫣下跪道歉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就是，别以为你们人多就了不起，江心瑶就是个暴发户而已。宋总背后可是江家，得罪了宋总，不仅江心瑶没有好下场，他背后的家族也会被覆灭。
我没听错吧？你们要灭了江总的家族？好大的口气！别说是他们，就算是夏国国主来了，也不敢说这种话。连国主都敢挑衅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死到临头了，给我抓住他们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江思瑶，你要干什么？江心瑶，你敢！砸车绑架、杀人未遂，刚才种种，我要你们付出代价。砸车绑架、蓄意杀人未遂，刚才种种恶行，我要你们付出代价。你想怎么做？刚才你们怎么做的，我就怎么做。你别乱来，你这样是犯法的，江家大少爷不会放过你的。刚才你们羞辱江总、动手打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着犯法？你，江心瑶，我背后是江家大少爷，你敢动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什么江家大少爷？江家哪有？不用理会他的说辞。我现在还不能动手，明天就是庆功宴了，我要借宋明轩的手揪出江家的叛徒。宋明轩，我可以放你们走，但方雨嫣砸了我的新车，你们得赔钱。这车是你送给我老公的，也是你先得罪我在先，你凭什么要我们赔钱？江心瑶，我们还没离婚，这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凭什么要我赔？好，你们不赔是吧？那就去坐牢吧。恶意损坏他人财产，意图杀人未遂，够你们进去蹲一阵儿。你休想！我背后可是江家大少爷，你敢动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吗？我已经拿到这家店的监控，你刚才的所作所为都被录下来了。只要你被带走，就一定会判刑。到时候他想捞你也晚了。带走！明轩，等等，算你狠，不就是赔钱吗？我赔。早这么说不就好了？何必自讨苦吃？你少得意，松开！赔吧，1500万，1分也不能少。江心瑶，你疯了吧？这车就1000万，你要1500万？1000万是车的钱，但你打伤我和苏荷的赔偿呢？那是你们自找的。好，你们可以不赔，但你们这些人都要去坐牢。我不要坐牢，宋总，我们都是听您的，您不能害我们坐牢啊！是啊，宋总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进去蹲牢狱啊！够了！不就是1500万吗？赔！转给你了。该死，3年的积蓄全没了。放他们走吧。江心瑶，你给我等着，明天庆功宴，我搭上江家，要你死！好，我等着。你就嘴硬吧，有你求我的时候。我们走。大小姐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放心，他们跑不掉。江家出了叛徒，明天我要亲自清理门户。老公，终于等到这天了，今天后你就是上市总裁了。低调，庆功宴都是小事，最重要是江家得到青睐，我就是首富。太好了！江心瑶那贱人，昨天竟然那样羞辱我们，等得到江家的支持，我一定要她生不如死！大小姐，庆功宴开始了。好，你们先别动，看谁敢冒充大少爷。是，大小姐。放心，这笔账我一定讨回来。今天过后，我和他就是云泥之别。我要让他净身出户，跪下给你磕头。就知道你不会轻饶他。快开始了，我们进去。宋总年少有为啊，3年上市，云城绝无仅有。侥幸罢了。您太谦虚了。听说江少注资100亿，亲签合同。有江少看中，宋氏扶摇直上。宋总，别忘了我们啊！哪能？得江少看中是荣幸，拿到100亿投资，一定重谢诸位。宋明轩，你还在做梦呢？江家不可能投你的。
江心瑶，你竟然还敢来！我为什么不敢？我是专门来看你们笑话的。他说江家不会给宋总投资，不能吧？这都说好了的，除非江家要撤资，江家好端端的怎么会撤资？他就是见不得宋氏好，来乱说的。没错，她是我老婆，她善妒又爱闹，我们马上离婚吧。原来是宋总老婆啊！家里闹就算了，庆功宴也敢来，难怪宋总要跟他离婚，另有情。我可没胡说。宋明轩，你凭什么觉得江家会投你？合同都签了，江家大少爷一会儿也会过来。是吗？可江家只有大小姐，没有大少爷。你是说大少爷是假冒的？冒牌货把你们骗得团团转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！合同是真的，他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，胡搅蛮缠。你跟宋总胡闹就算了，那可是江家大少爷，得罪了江家没好果吃。进个冒牌货，那才是得罪江家。你还敢嚣张？老公，他想破坏江家的合作。他休想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按住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贱人，昨天仗着人多欺负我，还没跟你算账，竟敢送上门！权贵都在这儿，你们想故技重施？云城可是我老公的地盘，你以为谁会帮你？我们和宋总合作这么久，自然不会为不相干的人作对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看来宋总说的没错，他是冲着江家来的。江心瑶，作死别想连累我，跪下磕50个头，让江少看诚意。我江心瑶上跪苍天，下跪父母，绝不会给冒牌货下跪。你还敢嘴硬？等江少来了，就不止下跪了。他若来了，道歉的只会是你们。真是冥顽不灵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让他跪下！你们休想！江家大少爷到！这位就是传说中的江家大少爷吧？果然一表人才，气度不凡。幸会幸会，能见到江大少爷，真是我三生有幸。以后还请江少多多关照。宋明轩这个蠢货，说好的不要暴露我的身份，他竟然搞得人尽皆知。诸位客气了，我投资宋氏是临时起意，希望诸位不要声张。老爷子不喜欢我太高调。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江少真是低调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不往外说。江少，您让我办的事我都办妥了，您看这家投资的事儿竟然成功了。江心瑶对宋明轩果然死心塌地，现在愿意把宋氏股份给他，以后也能给出江家财产。正好宋明轩不知道江心瑶的身份，我可以利用他拿到江家财产。这个不急，我们一会儿私下谈。我看刚才挺热闹的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想想，怎么会是他？就是有个不长眼的，他故意冒犯您，我们已经教训他了。哦，他是怎么冒犯我的？他就是胡说八道，他说您这个江家大少是假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什么？那个人是谁？江家国内的产业是我负责的，没人敢忤逆我。而且老爷子和大小姐都在国外，谁会戳穿我的真实身份？一个贱人而已。他就在那儿呢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话该我问你吧。江少，他说你是冒牌货，是让他给你磕头呢。什么？磕头赔罪？难得您来，
我绝不让人冒犯，马上给江少下跪道歉。江晓，你确定要我跪吗？住口！江少大名是你能喊的？江少可是江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他不是你能招惹的。再敢胡搅蛮缠，你会生不如死。让我生不如死？江晓，你有那个胆量吗？我这就帮你教训他。谁让你动手的？江少，我只是帮你。他不过是江家养子。胡说！你怎么会知江家事？我怎么知道？江晓，你告诉他们。因为她是江家大小姐，江家唯一继承人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她怎么会是江家大小姐？不可能！如果她是江家大小姐，结婚3年，她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？我不告诉你，是因为爷爷不认可你。3年过去，我好不容易说服他，想给你个惊喜，可我没想到，你也给了我一个大惊喜。江晓，是你教唆宋明轩对付我是吗？你们想让我离婚净身出户，我不同意，你们就要杀人灭口。我没有，我只是让宋明轩试探你，看你会不会把宋氏股份给他。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就算是为了财产，我也不可能伤害你啊。原来如此，你知道我深爱宋明轩，所以想利用他得到江家财产。以你的手段，你应该会隐藏身份，徐徐图之。可惜你遇到了宋明轩这个蠢货。我确实是蠢，竟然选择跟他合作。当年我爸是救你牺牲的，江家也一直对你不薄，可你竟然联合外人对付我，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？瑶瑶，我就是一时糊涂而已，我没想过要伤害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收拾伤害你的人。但你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老爷子，他不会放过我的。你丑事做尽，还想让我替你隐瞒？老爷子毕竟一把年纪了，您就别刺激他了。爷爷身体好着呢，你放心，你是爷爷收养回来的，我不会越过他处理你。好，我就知道你心地善良。但我会告诉他，让他亲自清理门户。江心瑶，你就非要逼死我是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既然你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拿下他！拿下他！都愣着干什么？泄露出去，你们谁也别想活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把他拿下！动我就不怕江家报复吗？只要你死了，没人知道真相。我爸怎么救了你这白眼狼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会游泳，当年根本没溺水，我把他按到了水底下。是你害死了我爸！他对你那么好，为什么？他是亲儿子，他不死，我哪有机会？为了财产，你真是不择手段。江家的一切就应该是我的。你和宋明轩真是一丘之貉，死到临头还嘴硬。你就亲自送他上路吧。好的，江少，我现在就弄死他。但很可惜，你们不会成功了。都出来吧。林管家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们一直都在这儿。我早知道你们会狗急跳墙，怎么可能毫无防备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怎么敢动大小姐？江夏，你妄图伤害大小姐，我已经禀报老爷子了。你都解决完了？不可能！老爷子早发现你图谋不轨了，我这次回来就是处理你的。我说了，我早该想到的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大小姐，你想怎么处置他？带回江家吧，让爷爷亲自处理。
带走。瑶瑶，我们也有10几年的亲情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你害死我爸的时候，想过亲情吗？把他带走。完了，我们不彻底完了吗？家贼处理完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家贼处理完了，现在轮到你们了。大小姐，我们都是听宋总的吩咐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您别找我们算账啊！是啊，大小姐，云城是宋明轩的地盘，我不敢忤逆他，才附和了几句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计较。对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都是宋明轩逼我们的。你们为了利益趋炎附势，不择手段，无论有没有动手，你们都是他的帮凶，都要付出代价。江总，我已经把昨天 4S 店的监控还有他们挑衅的证据交给警方了。昨天那2个销售经理还有方雨嫣的2个朋友，现在都已经被警方带走了。好，宋明轩，我昨天放过你，是想通过你找到江家的叛徒，现在你已经没用了，该进去跟他们团聚了。不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昨天的事都是误会，我可以给你解释的，你别送我去坐牢。你3番4次策划谋杀我，砸我车，绑架我，这也叫误会？宋明轩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我就是一时冲动，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以后对你唯命是从，好好做江家的女婿，绝不再犯。江家女婿，就你这样的小人也配？宋明轩，别白日做梦，老实进去坐牢吧。不，老婆，你别这么狠心，只要不坐牢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啊，我可以让你不坐牢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不管是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你。这是离婚协议，你签了它，净身出户，放弃所有财产，我就放你离开，不送你去坐牢。你要我净身出户？江家是首富，我怎能净身出户？老婆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我最爱的是你。那方雨嫣，她怎么办？她就是不要脸的小三，只要不离婚，我马上把她赶出云城。宋明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说过最爱我！闭嘴！这是权宜之计，哄不好他都得死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竟如此。心瑶，他挑拨离间，我心里只有你。你不签就坐牢，起诉离婚也一样。夫妻一场，心瑶，非要这么残忍吗？把他带走。放开我！协议你昨天签了，江家的一切现在都是我的。现在你才是江家继承人。战宋总果然没错。江心瑶，你的一切终究是我的。你确定我真的签字了？你确定我真的签字了？什么意思？你没签字？不可能！我明明看了，他签了字。我的瑶是王字旁的，名字不对，协议自然无效。江心瑶，你耍我！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这是你的报应。合同作废了，我辛苦谋划的一切全白费了。你把我们害惨了，我们不会让你好过。都怪你，我们不会放过你的。不，老婆，宋明轩，你是时候付出代价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。你非要赶尽杀绝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宋明轩，你疯了！你还敢挟持人？我只是想要钱，你为什么把我逼到绝路？你身上哪样不是我买的？你还帮小三羞辱我！都是你逼我的。你要早说你是江家大小姐，我肯定会老实当江家女婿。是你隐瞒在先，一切都是你的错。你品行低劣，注定会有今天的下场。你秘书还在我手上呢，还敢挑衅我？你别冲动，先放了他，好好说。只要你放了苏荷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那我要江家的财产。你真是死性不改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觊觎江家的财产？江家富可敌国，只要我能拿到江家财产，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做梦，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就别怪我了，我是被逼的。不要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放过他，就把财产给你。老林，快去打印合同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我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怕呢。
还是宋总有本事啊！这事儿又峰回路转了。打印出来了，签吧。老公，你一个女人，怎么会有扳倒我的力气？我力气是不如你，但我作为江家继承人，学过一些格斗技巧。所以，你早就想好了怎么对付我？什么财产协议都是你设的局。没错，我知道你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所以假装答应你，然后再找机会甩开。该死的贱人，你阴我！同样的错误，你以为我会犯第二次吗？宋明轩，你的算盘落空了。大小姐不愧是江家继承人，果然有勇有谋。宋明轩，我不会再给你任何机会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还有你们，多次助纣为虐，谁都别想跑。刚才动手的是宋明轩和保安，我们就是口嗨几句而已，我们又没犯罪，您不能报复我们啊！你们今天是没动手，可你们手里肯定不干净。以江家的能力，只要江总想查，你们一个也跑不掉。我们没犯罪，你别想污蔑我们。那你们就上警局说去吧，我相信警方一定会给你们公正的判决。不行，江家手段这么多，肯定会把我做过的事扒出来的，我不能去警局。对，我们不能进去。大小姐，你行行好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吧。我放了你们，那就是助纣为虐，都带走。你们两个也都去牢里待着吧。不，我不能坐牢。心瑶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要是进去，这辈子就毁了。你现在认错，早干嘛去了？你不是要和方语嫣双宿双飞吗？我会让你们团聚。不，你不能这么做。我知道了，你敢再起方语嫣羞辱你是吧？我帮你教训他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啊！宋明轩，你竟然要为了他教训我！谁让你得罪我老婆的？要不是你太过分，他根本不会这样对我。宋明轩，你以为你就很无辜吗？没有你的默许，我根本不可能成功。对，好一出狗咬狗的戏。老婆，我已经帮你教训他了，你现在能原谅我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说过我要原谅你吗？老婆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先是意图谋杀，现在又把方语嫣打成这样，看来你以后只能在牢里度过。老婆，我这是在给你出气啊！给我出气？亏你说得出口。方语嫣好歹跟过你，你的心也太狠了。老婆，我可是你老公啊，你怎么能送我去坐牢呢？你意图伤害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是你老婆吗？我们之间早就没有夫妻情分了。宋明轩，你作恶多端，休想逃脱法律的制裁。不行，老婆，我同意离婚，我净身出户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别让我坐牢好不好？你同意离婚了？对，我同意离婚，不是有离婚协议吗？我现在就签。老婆，我已经签字了，你现在能放过我了吧？老婆，你放我走好不好？我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出现在你面前。你屡次伤害我，我怎么可能放你走？我知道你怨我，但我们3年的感情……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坐牢了。老婆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够了，宋明轩，从你背叛我开始就注定了这个结局，我是不可能原谅你的。对你仁慈，就是对我自己残忍。把他们带走。江心瑶，你怎么能这么歹毒？我可是你老公啊！真是报应，您对他这么好，他却偏偏要出轨，甚至还要谋财害命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我现在也解脱了。他当初对你信誓旦旦，到头来却是这种结局，男人是不是都会变啊？不是他变了，而是我从来没有看清他。老公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这块表吗？我让助理给你买来了。谁让你自作主张了？我不稀罕。江心瑶，别以为你有几个钱就了不起，我要靠自己创业。
他的行为其实早有端倪，只是我之前太爱他，所以才被蒙蔽这么久。人都会犯错，及时清醒。大小姐，您蹉跎了3年，是时候回江家了。好，我也应该去做我该做的事。今天是爷爷生日，我亲手给他做了蛋糕，我们赶紧过去。江总真是孝顺，您工作这么忙，还抽空给老爷子做蛋糕。不过您之前也没少为宋明轩下厨，可惜他不知足，也不知道珍惜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他太贪心了，我怎么做他都不会满意的。以前也是我愚蠢，竟然为了他忽略自己的亲人，还差点因为他和爷爷决裂。您是被他蒙蔽了，千错万错都是那个渣男的错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庭审结果出来了，伤害你的人都被判刑了，其中宋明轩判了20年，方雨嫣判了5年。好，他们终于得到应有的报应了，这是他们应有的惩罚。不过律师那边说宋明轩吵着要见你，想要跟你谈谈。我跟他没什么好谈的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怎么了？听说宋明轩已经病入膏肓了，他死前的唯一心愿就是见你一面。怎么可能？他那么健康，怎么突然？自从入狱后，他每天以泪洗面，身体很快就被压垮了。医生说恐怕熬不了多久了。你会去看他吗？心瑶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错了，我怎么能做这么傻的事啊？要是我不犯傻，我就可以好好过完我的一生。是我亲手毁掉了本该幸福的一切。宋明轩，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，是你罪有应得。宋明轩，有人来探视你。心瑶，你终于来看我，你是不是原谅我了？我永远无法原谅你做的事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你。心瑶，我知道我不配得到你的原谅，只要你能来看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有什么话赶紧说，我是听说你的身体才……心瑶，谢谢你还关心我，不过这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不是想祈求你的原谅，只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本来不想麻烦你，但我只有你一个可以信任的人了。我知道自己犯了很大的错，但我病了，已经没有机会再赎罪了。只希望等我死后，你可以作为朋友，将我的器官捐给有需要的人。你说什么？这是最后的心愿了，希望能弥补我过去犯下的错。你先起来吧。谢谢你，心瑶。但我不会帮你的。你还是好好改造，积极配合治疗，希望你有机会自己去赎罪。我明白了。心瑶，我对不起你，未来希望你找到一个爱你的人。再见。不，再也不见。江总，事情都处理完了。当然，爷爷应该等急了。好，我们走。也到时候了，